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我自己係一個比較動嘅人啦，即係以前覺得心靈教育，咦咁靜一定唔適合我噶啦，點知係發覺係好幫助到減壓多。同學咧都對我哋今年中學嘅 E&RE 堂嘅呢個即係心靈教育咧，其實有高度嘅喜歡嘅高度嘅欣賞。我知道每一個選擇都有佢嘅意義，同時呢個意義都可以令我去反思翻。咁當上咗心靈大使，我更加深咗對自己嘅認識啦，同時會努力咁改善自己嘅不足之處。最後呢句係令到我哋有啲感動啦。老師們請繼續努力經營這個課程，我獲益良多，多謝咁樣嚇。喺我哋做得咁辛苦，或者我都唔知我哋學生鍾唔鍾意喎。其實我哋學校啲同學係好重視成績嘅，即係佢哋不斷咁樣，而且係第一屆，大家都好大壓力，咁都會覺得佢哋會覺得我哋好無聊啊，嘥時間啊，不如俾佢讀下書仲好啦咁樣。但我哋都發覺個結果唔係咯。喺上一集，我哋介紹咗關進堂神父提出天主教靈修傳統具備大眾認同嘅普世價值觀，本身就係好好嘅材料作為教育用途。於是佢將本篤、依納爵同方濟三大靈修體系，再加上覺醒生活，整理出3個學習課題，統稱為心靈教育。喺呢一集，我哋會進一步帶大家認識關神父點樣結合靈修同教育，推行一個關注學生情緒管理、價值取向以至社會關懷嘅學校教育計劃。咁我就喺上年咧就走咗去粉嶺馬寶寶農場去學耕種啦，咁樣耕種嘅過程，體會到我哋同大自然嗰種互相依存啦，互相透過去幫助同埋互相連結，嗰個嘅感覺或者嗰種嘅觸動好大，同埋一種體會好大。蕭永浩係一名中學老師，佢到農場學習耕種係因為參加咗心靈教育嘅老師培訓。你要閱讀，呢個閱讀就係對大自然一種閱讀，而唔係睇一本書。佢嘅變化，佢同你當中嘅關係其實植物本身嗰種嘅生命嗰種嘅轉變，咁其實呢一個有一種本篤嘅精神喺入邊。另一方面更加係方濟啦，即係微末心同嗰個大自然之間嗰種嘅愛惜啦，咁樣。心靈教育係一種體驗式嘅學習，老師必須要先由自己開始經驗心靈教育，唔可以隨便攞住教材就咁依書直說。我自己嚟講，我自己對我自己講就，我更加認識多啲自己，無論係一啲所謂光明面、黑暗面，甚至情緒上邊要學習點樣去處理。咁呢個我覺得喺個自主教育嘅方面，喺我哋心靈教育我自己嘅自我成長入邊咧，我覺得我呢邊咧係喺呢一方面咧，我體會得更加多，亦都掙扎得更加多啊！但係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我發覺我已經開始再高呼咗一啲啦，即係認識自己多啲啦，嗰個對心靈教育個體會由自己開始點樣去認識、點樣去處理嗰度我又覺得透過同工啦、神父啦，佢哋一齊嘅共修啦，咁我開始可以處理到啦，或者開始好比較自如一啲啦。其實教育局咧都提供好多唔同嘅所謂支援，
但係多數都係從嗰個啲技術啊技巧上邊去幫佢哋點樣去應付壓力。但係我就好深信應付壓力咧，唔係只係靠學識一啲所謂嘅技巧就夠，而係從個心嗰度開始，個心力夠咧，其實個老師就會活得健康同埋精神。關神父認為，老師擔當住直接培育學生嘅角色，所以首先需要幫助老師關顧自己嘅心靈，可以活得健康，以及願意喺心靈成長路上投放時間同心力，使到能夠喺教育學生嘅過程中發揮正面嘅作用。關神父相信，唯有咁樣，先可以從根本處培育出心靈豐盛嘅學生。我哋深信呢，一個身心靈都健康嘅老師，佢哋就有能力去教導身心靈都健康嘅學生。我就將呢一個計劃睇成係一個既係牧養住老師嘅，但係同樣都係透過牧養老師，希望能夠牧養到我哋嘅學生。我講唔得上話每日返學都非常精神，即係有時都會攰嘅咁樣。咁但係我每一刻即係入到班房咧，我都係可以好專注。呢一刻同呢個學生傾偈，我就好專心同佢傾偈咯。嚇，以前可能同佢傾偈嘅時候諗下，哎呀，仲有邊個學生未搞掂喎？唉，嗰個仲有一陣間要上堂喎。咁我覺得為我自己真係好似嗰一刻完全屬於對方，我就真係將我自己就喺嗰下我就唔再諗其他嘢咧。咁呢個都係我自己觀察自己幾明顯嘅改變嚟咯。關神父表示，只要老師重視培訓嘅體驗，而且持之以恆，練習靈修，就可以逐漸得到領悟，而且能夠將領悟落實於生活當中。喺課堂裏邊，我最明顯嘅改變咧，就係以前我覺得我要講多啲嚇，等佢咧就去聽多啲嚇，認識多啲。咁而家我就會放慢啲嚇，聽佢講多啲，俾機會佢即時去練習下，真係去留意自己呼吸嘅時候，就真係要停落嚟留意自己呼吸。即係其實有時自己都未必會咁做啦。快啲講到即係水都唔使飲，就等佢識多啲嚇。每一分鐘都要用盡嚇。覺得咁樣就係唔浪費時間啦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就開始個課堂我會放慢啲咯。咁又等佢哋俾回應嘅時候會等佢耐啲咯。佢就會經驗到原來生活係可以停，可以等，同埋真係有人為咗想聽佢講嘢咧，係會等佢咯嚇。但係即係以前可能佢講唔到話好啦，咁一陣間咁揾第二個講住先啦，跟住就唔記得咗佢啦咁。我淨係想老師個心靈好健康咧，其實就係即係學生嗰個嘅福氣咯。喺08年初，心靈教育團隊先為老師提供6至8個月嘅培訓，然後同老師一齊策劃，透過倫理、生活教育、宗教等學科，又或者係專題活動，以及週會、組會等不同層面，實踐心靈教育。咁我哋亦都會有去到學校咧去做支援嘅咁樣嚇，咁就因為都每間學校去參與嘅老師咧都多過一個嘅，佢哋都有個 team 咁樣嘅，所以佢哋本身嗰個 team之間嗰個咧都互相 support 去將呢樣嘢 work out 出嚟咁樣嚇。咁而家發展到就係有啲學生係佢自己都可以去出嚟去 serve 學校啦。之前好中意同人哋比較，即係覺得自己唔完美，會去追求完美，即係俾到好多壓力啦。成績唔好會即係想自己成績比人哋好啲，覺得應該會比人哋好啲，即係成日俾呢啲壓力束縛住而做咗呢個心靈嘅教育，會學到點樣去呼吸，點樣去釋放自己，去寬恕自己，即係唔追求完美，即係覺得自己已經有好多優點都會比人哋好嘅。剛才同學所提到嘅學識點樣去呼吸，就係心靈教育嘅第一階段自處教育嘅學習。自處教育有3個教學主題，包括身心鬆弛嘅鍛煉、學習安靜嘅藝術同覺醒生活嘅培養。第一個教學嘅進路呢，就係叫做自處教育，即係一個人點樣學識自己管理好自己，包括自己嘅情緒啦、自己嘅時間啦、
個心點樣可以安靜到落嚟呢？當我心煩意亂嘅時候，我點樣可以俾自己安靜呢？咁呢個呢係好得到本篤同埋一行禪師佢哋嗰個嘅啟發嘅嚇。心靈教育靈修顧問李達修神父表示，實踐本篤靈修嘅起點就係停落嚟。我哋需要製造空間，當人外在停下腳步嘅時候，心靈內在先可以慢慢咁安靜落嚟。唯有當人安靜嘅時候，先至能夠察覺自己，咁樣我哋先有機會揾到自己嘅路向。我曾經做 research 嘅時候，去訪問一個學生嘅，咁個學生大約都係中六嘅一個男仔，佢去自己去慢行、去靜行嘅過程咧，佢有一啲係觀察嘅。佢話咧，佢形容到俾我聽咧，喺一個黃昏嘅時候，佢望住嗰啲蟻喺地下裏面行，喺啲樹嗰度行咧，佢忽然之間有種感悟咧，就係其實嗰個蟻嘅世界忙忙碌碌，同佢學生嘅生涯係大人佢見到嘅生涯咧好近似，咁佢就開始覺得嗰種回想自己嘅生活係咪又係咁單純咁樣去營營役役呢？佢就開始諗佢個人生意義，佢點樣要好好地鋪排佢嘅未來。咁最後呢個學生話俾我聽，其實佢係好想去成為一個無國界嘅醫生。佢好想佢嘅生命咧係有意義嘅，佢嘅勤奮、佢嘅努力讀書咧係唔係純粹為咗成績、為咗考試，而係為咗佢自己都 prepare 佢自己嘅未來，為自己即係自己嘅生命去對社會有一啲嘅貢獻。咁佢亦都開始即係諗佢嘅自己嘅宗教信仰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喺佢嘅安頓、心靈安頓嘅境況之下，佢自己會引發呢啲咁樣嘅思考，咁就好有意思。心靈教育特約導師伍維烈修士根據聖本篤遺留落嚟用作本篤會士生活指南嘅73章會規，編製成靈修學本篤活動資料冊，為老師推行自主教育提供參考。好多時我哋都希望帶出嚟嘅時候，就讓學生就喺離開課室嗰個 setting 啦，咁去到禮堂啊，或者就算去課室度，都我哋希望都唔係就喺張台一張凳咁樣去做嘅咁樣。有時候學校會以專題形式進行自主教育，香港天主教普照中學就曾經以茶道呢個專題，等學生從準備一杯茶去經驗靜同慢。好多同學都會講到佢哋能夠學懂一啲嘅方法咧，去放鬆佢哋自己，同埋透過一啲靜默嘅時間啦，心靈一個平靜。咁有同學都會講到其實咧茶道都讓佢可以去嘗試一種嘅放慢嘅生活節奏。從茶道嘅課程咧，佢學懂咗耐性嘅。自主教育嘅重點在於自己點樣管理好自己，呢一點同天主教靈修中嘅克己相似。克己嘅意思並唔係自己揾苦嚟受，而係培養自己成為自己本能嘅主人。若果一個人一嬲怒就要鬧人打人，又或者係一喜歡某一啲嘢就要立即擁有，咁樣就會成為自己本能嘅奴隸，對自己同他人都冇益處。關神父表示，當人能夠管理好自己，讓心安靜落嚟，就更能夠了解自己，接納自己，同自己做個好朋友，咁樣就有能力進入第二階段嘅學習，即係人生教育。第二個呢，就係叫做人生教育，就係為自己揾翻生命嘅定向。我究竟做人究竟為乜呢？我自己對自己嘅將來有冇一個規劃呢？我點樣喺自己嘅經驗同埋感受裏邊去發現一個比我更高智慧嘅主，佢對我嘅啟迪呢？咁我哋同佢探討人生，探討佢嘅即係人生有好多嘅境遇啊、未來啊、佢點嚟啊，即係當佢要去諗人生意義嘅時候咧，佢都會好自然咁問到，其實人係點嚟嘅咧？死咗之後會點嘅咧？咁人生教育裏邊其中一個課題都會同佢探討生與死，咁佢就好自然而然地諗到一啲永恆嘅問題。其實我哋係要珍惜過好生命中嘅每一日嘅。咁儘管我哋係可能預測到自己係幾時嘅生命係幾時會結束啦，咁但係爭取時間去學習，爭取時間去令自己成長、去進步，亦都係人生旅途中嘅一種好難得嘅體驗嚟嘅。
從依納爵靈修對應青少年發展而整理出嚟嘅人生教育，亦都有3個教學主題，分別係提升自省嘅能力、提供審慎抉擇嘅途徑，同引導如何尋找人生嘅目標。聖依納爵嘅靈修咧，我自己都覺得佢好全面啦。咁而佢譬如佢嘅意識省察啦，都係會幫到一個人佢回憶翻，即係一天裏邊或者一週裏邊，甚至乎即係一段長嘅時間裏邊，佢自己喺情感啊，佢嘅想法啊，佢一啲嘅價值啊，咁一路係幫佢去探索翻自己咯。心靈教育顧問董澤龍神父同周守仁神父認為，聖依納爵邀請人喺萬事萬物中揾到天主，即係相信天主不單處身喺幸福安樂嘅環境當中，即使喺混亂嘅境況，我哋亦能發現天主嘅美善同神聖嘅蹤跡。體現喺人生教育，就係縱使生命裏有不愉快嘅經歷，仍然肯定活着係值得㗎，做一個真愛自己嘅人，並且認識真正嘅自己係乜嘢模樣，曉得點樣喺生命嘅不同處境中規劃人生，掌握個人生存嘅目標，活出生命嘅意義。啱啱呢一年，其實我哋都完成咗人生教育呢一個教材，咁嚟緊會出版嘅，咁就咁會分為2卷書去做呢樣嘢啦。即係頭先講，可能由過去到現在，由現在到未來，咁所以嚟緊一年，我哋都有一啲學校去會用呢一套嘅教材去幫啲學生去探索佢嘅過去喺個成長裏邊一啲嘅經歷，然之後去揾翻佢自己，俾佢更加多接觸同埋認識自己，為自己有一啲嘅即係未來去向，其實佢都需要為自己有一定嘅定位，揾翻自己一啲嘅特質。依納爵靈修亦強調如何去辨識、學習審視自己點樣做選擇，並且作出反省，吸取經驗，好對自己同被自己嘅選擇所影響嘅人負責，承擔責任。因為人生教育咧，其實我哋嗰個指向咧，都會係幫佢點樣去做一啲嘅決定，喺嗰個比較審慎啊，同埋全面嘅理解上面去做一啲決定。咁所以就會包括佢自己個人嘅情感啊、意願啊，同埋一個外在環境一啲客觀因素啊咁。咁所以喺呢個部分，依納爵靈修都會可以幫到學生咯。我哋喺處理嘅時候咧，就會將依納爵嘅靈修嘅精神放咗落去教材同埋嗰個培訓嘅上邊。董神父同周神父歸納出依納爵靈修嘅精神有以下幾點：第一係留意情感起伏；第二係培養開放同慷慨嘅胸襟，以回應別人同環境嘅需要；第三係常懷感恩，尤其係學習喺具體嘅生活細節中感恩；第四係鼓勵同行，服務他人；最後係經常自覺檢視，留意自己嘅精神狀態，到底係引導自己走近天主，定係遠離天主？咁嗰個實踐方面，其實我哋就係即係以一個陪伴者嘅角度，幫佢探索其實佢成長裏邊有啲咩嘅意義啦，佢自己嘅願景啦，或者佢有啲咩遭遇啦，都幫佢即係一路喺課堂裏邊有啲嘅澄清啊、解說啊、回憶啊咁，然之後就即係揾翻佢自己一啲嘅渴望、理想、目標或者係一啲人生嘅特質。咁個課堂設計就會都係會活動嘅形式啦，可能會透過一啲短片啊、歌啊，或者係佢有好多嘅 meditation 嘅，其實嚇咁就幫佢自己去咁樣去回憶、去發現咁樣咯。聖依納爵經常被稱為行動中嘅靜觀者，對基督宗教嘅修行者嚟講，靜觀者能夠時刻喺生命同生活裏面睇唔到天主以及佢嘅愛嘅臨在。靜觀嘅效果就係讓我哋覺醒同富慈悲心，令人唔單止關心個人，更關心他人。因為咁，關神父認為經驗過依納爵靈修後，下一階段嘅學習重點在於走出自我，走向社群同世界，揾翻自己喺整個宇宙同大自然中嘅位置同身份。咁就係心靈教育嘅第3階段學習，大愛教育嘅教學主題。第3個呢，我哋就叫做大愛教育，就係好體會到
方濟嗰種嘅精神。方濟會我哋強調有6個字嘅，就係微末心手足情，就係我哋嘅招牌。方濟會咧，我哋正式嘅會名係叫做小兄弟會。小兄弟會，咁所以小同埋兄弟就係我哋嘅宗旨。小咧就微末心，兄弟就係我哋嘅手足情。我哋諗住將會做啦，同埋同啲學生啦，咁啊會走出課室，讓佢哋真係去收集廚餘，去做堆肥，去種嘢。咁讓學生自己親身去體會整個耕種嘅過程係點樣。咁呢種體驗式學習，其實亦希望係讓到佢哋能夠由自己自身去同呢個大自然有所嘅連結，有所嘅體會。咁從而希望因為咁嘅緣故，佢知道嗰種 interbeing 即係或者做一個綠色嘅傳人咧，做一個愛護大自然嘅一個嘅未來嘅棟梁啦。咁。因為講環保咧，其實就係一份宇宙嘅手足情。唔單止喺人與人之間要講手足啦，人同萬物之間都講手足情。咁所以我哋要講環保啊，要講珍惜地球嘅資源，就因為我哋見到大家都係天主所創造嘅，所以我哋要彼此嘅珍惜世上嘅一切嘅資源啦。大愛教育以方濟精神，由接觸大自然開始，讓學生感受到人同大自然同樣係受造物，要以一份手足情同微末心與大自然相處，並且學習發現生命中嘅神聖同超越，即係生命裏面令人肅然起敬嘅，例如人間有情、宇宙嘅浩瀚，從而思考自己同外在萬物嘅聯繫，認同自己係同整個宇宙生命體系連結嘅手足，一份嘅嚟自福音嘅手足情懷。因為見到上主係父親，上主創造咗天地萬物，咁所以我哋大家都係彼此係有如手足一樣，要彼此嘅關愛，彼此嘅珍惜。大愛教育嘅主題分別係與大自然有約，發揮共富共享嘅精神，同培養萬物同源，眾生就係一家嘅手足情。3個教學主題係從對大自然友情引申至人與人之間嘅互愛之情。我哋點樣去侍奉別人啦？喺侍奉過程裏邊，我哋點樣懷抱住一個謙虛嘅心啊？人同人之間咧，喺社會上面同啲弱勢社群走喺一齊，大家都係手足。咁一份微末就係讓我哋降低我哋自己，係去同人哋同世上嘅任何嘅人啦，特別係弱勢嘅社群咧，可以稱兄道弟。喺2010年，方濟會5維列修士編寫咗靈修學方濟心靈教育資料冊，為大愛教育提供活動參考。我學識咗關心別人咯，會留意多咗人哋嘅心情變化。咁即係如果見到唔開心啊，就會識得婉轉啲同佢傾下偈先，跟住再問下佢咩事咁樣。肯定生命，珍惜生命，而且學習諒解同信任，更新生命，進而關心他人，唔再停留喺獨善其身，以願意侍奉別人，以至對人類社會嘅承擔，咁就係心靈教育嘅終極關懷意圖。關神父認為，生命最大嘅祝福，莫過於靠住從天父而嚟嘅恩典，以及人與人之間嘅彼此尊重同侍奉。我哋點解要愛人、要侍奉人呢？要服務人呢？因為其實四海一家，我哋大家都係兄弟姊妹，我哋大家都係同一個父嘅仔女嚟嘅。咁呢種兄弟情、兄弟姊妹手足情呢，係我哋好想即係喺學校裏邊，喺青少年嘅階段已經能夠推展出去嘅。關神父解釋，靈修就係容讓天主嘅愛同光流入，使自己喺天主嘅薰陶下，如何與自己、與別人同眾生萬物相處嘅學習同境界。靈修作為一種境界，係信仰生活嘅完成同圓滿；作為一種學習，就係為每個基督徒如何建立他人、天主同自己嘅關係嘅起點。
需要恆常嘅靈性操練嚟到達境界。喺呢個資訊發達、步伐急速嘅年代，心靈教育為老師同同學帶嚟心靈上嘅滋養，令佢哋意識到除咗知識之外，更需要關心自己內心嘅需要。心靈教育源自3個天主教靈修傳統：本篤、依納爵同方濟靈修。借住心靈教育，教會寶貴嘅靈修傳統得以令眾多師生受惠。呢啲靈修傳統其實對每個人都能受用。你又會唔會嘗試喺繁忙嘅生活中靜落嚟，回顧自己嘅經驗，喺萬事萬物中尋索天主嘅足跡呢？釘十字架係古代一種極殘酷嘅刑罰，但係為咗救贖人類，耶穌捨身喺十字架上，感覺到耶穌嗰種好孤獨，佢真係好想我哋去陪多啲佢。其實手掌嗰度咧係承受唔到整個人嘅重量嘅，咁其實眼釘咧就應該係穿過個手腕。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受過乜嘢痛苦呢？我哋又可以喺佢身上學到啲乜嘢呢？請唔好錯過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睇完呢一集愛常傳，歡迎大家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嚟分享一下你嘅感受或者故事。同時亦請大家收聽我哋逢星期六嘅電台節目《愛生命》。要購買天主教書籍同信仰靈修禮品，請嚟我哋嘅書社參觀選購。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天主保佑。